欢迎回来。包括中国中东欧合作在内的中欧关系近来出现困难。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周六表示，中东欧各国的发展既有双边关系的原动力，再加上中欧合作、中国中东欧合作一并推进，三个引擎协同发力，何乐而不为？针对一些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的质疑，王毅强调，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合作聚焦经贸务实合作，从来没有地缘战略意图，更无意搞什么势力范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成立至今已9年。王毅在会见塞尔维亚外长塞拉科维奇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是新兴跨区域合作机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积累了有益经验，形成了成功做法。主要可概括为：坚持务实合作属性，坚持开放透明理念，坚持协商自愿原则。这一合作旨在促进中东欧国家加快发展，促进欧洲一体化进程，促进中欧关系获得新的动力。中国中东欧合作有其现实需求、内在动力和独特价值。中方一直致力于同中东欧国家发展好双边关系，这是根基。双边关系发展得好，可以为区域合作提供更好条件、更佳环境。同时呢，中国中东欧国家的区域合作可以整合地区资源，发挥规模效应，为双边关系注入新的动力，开辟新的前景。所以，应该说，两者可以彼此促进，不必相互排斥。王毅说，中东欧各国的发展既有双边关系的原动力，再加上中欧合作，中国中东欧合作一并推进，三个引擎协同发力，何乐而不为？实际上，这次呢，王毅外长首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双边区域和中欧关系的这样一种有机的这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其实我们之前呢就可以看到中国和中东欧国家通过双边、跨区域和中欧关系这三个平台它可以有效的相互促进。无论从逻辑中还是从现实中呢，应该说都是卓有成效的。所以我觉得提到这三个引擎，而且把这三个层面的关系说清楚实际上是可以有力的回应这个来自于外方的一些疑虑。今年2月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我国今年首场主场外交活动——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针对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形象提出了17+1大于18的合作信念。不过，近来一些国家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对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以及中国与欧盟合作带来负面影响。立陶宛日前退出中东欧与中国的17+1合作机制，欧盟也暂停了中欧投资协定。针对外界质疑，王毅表示，中方一直强调，中国中东欧合作要遵守市场原则和欧盟标准，尊重参与方协商一致，合作的共识要向各方开放，合作的成果要惠及各方。中国和中东欧合作聚焦经贸务实合作，不涉及军事安全的领域，也从来没有地缘战略的意图，更无意搞什么势力范围。这一合作有利于实现欧洲整体的均衡发展，有利于促进欧洲的一体化进程。王毅又强调，无论是双边关系、中国中东欧关系，还是中国欧盟整体关系，都是中欧人民之间对话、交流、合作的平台。中欧彼此是伙伴而不是对手，是机遇而不是挑战。欧盟的机制，它尤其是在它的贸领域，它有共同的这个商业政策，这个跟中东欧机制的存在并不产生矛盾，因为在中东欧机制中间，我们并没有把那个中东欧的一些国家单拿出来形成一个自贸区，形成一个关税法律约束力的这样的一个自贸区机制。从这个中东欧机制来讲，它更具有灵活性。本身来说呢，有助于双方对一些具体的一些经贸合作来交换意见，来推动“一带一路”一些具体项目的进展。塞尔维亚外长塞拉科维奇也在同王毅的会谈中高度评价了塞中双方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下的合作。他表示，这些合作为塞尔维亚在基础设施等领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成果。
当天，王毅还同波兰外长拉乌举行会谈。拉乌是今年首位访华的欧盟国家外长。王毅表示，中波两国各层级和各个部门始终保持沟通，特别是两国经贸务实合作展现出强劲韧性，双方拥有足够的经验、智慧及能力，能在新形势下不断开辟两国友好合作新局面。拉乌表示，波方一直主张在国与国交往中，应通过对话沟通减少摩擦，扩大共识，聚焦合作。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是对双方都有利的最佳选择，双方应冷静看待分歧，力争妥善处理。波兰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理解并尊重中方的正当权益，愿为欧中关系的健康发展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做出积极努力。继3月底、4月初在福建接待东南亚4国及韩国的周边5国外长访华，此次是王毅年内第2次在国内密集接待相关国家的外长访华。而本次主场外交聚焦的是中欧议题，除了塞尔维亚与波兰，王毅还将与来华访问的爱尔兰外交与国防部长科文尼、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长西雅尔多举行会谈。主场外交呢，一个很大的优势呢，就是可以通过主场搭台，然后呢，可以把很多双多边的议题呢巧妙地组合在一起，能够在主场能够体现出中方在设置议题，包括在引导这个交流和这个对话的氛围方面呢，发挥更积极主动的作用。日前，王毅还在应邀以视频方式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中国专场活动时发表演讲，表示，当前围绕中欧关系的定位有各种议论，双方是竞争、对抗还是合作，彼此是对手、威胁还是伙伴。中方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那就是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中欧关系，始终认为合作是中欧关系的大方向和主基调，始终将欧方视为伙伴而非对手。王毅表示，中欧投资协定高度互利，欧方一些人将不同性质的问题任意挂钩，把经贸问题政治化，这不可接受，也绝对行不通。中欧合作是大势所趋，在中欧之间搞政治对抗和经济脱钩，不符合欧方利益，也不可能长久。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王毅外长邀请爱尔兰、波兰等欧洲4国外长访华，那如此密集的外交活动，其意义何在呢？在美国的搅和下呢，中欧关系今年呢再一次的面临着新的考验。围绕新疆问题，这个欧盟呢罕见的对中国官员实施所谓的制裁，引发了中国对欧盟个别人的和机构的反制裁。这欧盟呢因此冻结了去年年底欧盟与中国达成的双边投资协议，中欧关系呢陷入了僵局。那么从此背景所关联的另外一件事呢，是立陶宛最近呢以所谓新疆人权为理由，宣布退出中国和中东欧17+1的跨区域合作机制，对中欧关系、中国和中东欧这个关系呢投下了阴影。那么为了打破中欧关系僵局，这个维护中国和中东欧17+1机制，中国外交部呢邀请了欧洲4个国家的外交官员呢来中国访问，力图呢这个夯实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关系。那么受邀来华的4个国家呢，除了西欧的爱尔兰以外，其余3个国家呢都是17+1的成员。而17+1机制呢，是中国推动“一带一路”这个项目合作的一个重要的平台。17+1合作机制呢，形成了已经有9年了，那么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形成了一些成功的做法。你比如说呢，这个务实合作、开放透明、坚持协商自愿原则，那么尽可能呢从各国的实际出发，与中国加强经贸和投资关系，不受或少受某些大国的负面影响，不受意识形态的制约。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因素是，中东欧国家呢与中国有传统的友谊，他们呢对中国从传统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演进过程呢，有比较公允的认识。那么他们呢到中国访问，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国际贸易，也许呢会劝说欧盟国家正确的看待中国目前的一些政策和策略，那么解除欧盟某些成员国的偏见，使得中欧关系呢走出僵局，回归正常，共同呢为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而携手并进，不要成为某些大国的附庸。中欧投资协定陷入僵局是引人注目的国际事件，那么这个僵局能打破吗？中欧投资协定呢，这个先后持续了7年，经过35轮的谈判，
这可见呢，中欧双方呢是严肃认真的，是经过仔细谈判而达成的协议。那么中国呢，在某些方面也做出了让步，不是像有些西方政客所言的更加符合中国利益。但客观的说呢，中欧投资协议要是最终搁置的话，那么对中欧双方呢都不利。现在这个中国呢在努力的打破僵局。王毅外长会见塞尔维亚外长时就强调这个中欧呢作为世界上两大力量、两大文明，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双方呢是合作伙伴，不是竞争对手。这呢也是委婉的告诉欧盟呢，别给美国鼓噪的与中国全面竞争论调站台了。中欧呢应该走这个合作共赢的道路。中欧关系呢能否打破僵局？那么中欧投资协议审议能否这个解冻？大概呢取决于3个方面的进展。一呢是中欧通过外交途径达成谅解，双方呢都取消对彼此的制裁。二是欧美呢一样也存在着竞争和冲突，那么他们在竞争中呢出现需要借助中国力量来平衡的时候，那么中欧关系呢也可能顺次打破僵局。三呢是欧洲国家呢需要更准确的认识中国的这个发展及人权观。欧洲呢是比美国呢是更讲人权的地方，不像美国是把这个人权呢当作要挟的手段或者是工具。那么如何呢让欧盟国家的这个人们呢正确的认识中国的人权观，以及中国在为改善人权而做出的巨大努力，是中欧呢能否走出僵局的一个关键。现在呢这欧洲国家对中国在改善人权方面的努力呢认识不完整、不准确，还停留在30年前，或者呢是在跟着美国瞎咋呼。那么更多的欧洲人到中国走一走，特别呢是在乡村走一走，我相信呢他们呢会改变看法和态度的。这王毅外长呢在贵阳会见欧洲国家的外长，我想呢就有这个意思。这个贵州曾经是贫困省份，88个县中有66个是贫困县，但现在呢全部脱贫了。贵阳市呢也成了中国大数据的中心，这难道不是改善人权的生动案例吗？那么看到贵州的发展，他们还会对中国人权指手画脚吗？好的，也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